那边的军人在结束和站印的通话后，他继续看着装修师傅忙活，同时他打电话给花店，让花店的人给他在傍晚时分给他送一大束的玫瑰花束过来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转眼间太阳便偏西了。那花店的人按照军人的吩咐，给他送来了一大束鲜艳的玫瑰花束啊。军人就支付了买花的钱后，抱着那束花就朝商家别墅走去。两家距离非常近，走路都不用2分钟就到了商家别墅的门口。军人正想按响门铃，却看到了商无痕从屋里出来。他暂时放弃了按门铃，等着商无痕过来。2分钟后啊，商无痕站在了军人的面前，两个人身高差不多，气势也相当。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这束花真的好刺眼。商无痕先开口说话，欣赏军人是一回事，当军人真的对妹妹展开追求时，商无痕发现自己有一颗当爸的心，很想把军人的花束扔进垃圾桶，很想叫军人滚远一点，不要拱他家里精心培育的白菜。军人低头看看花束，好脾气地道：“这束花鲜艳夺目，说是刺眼，也的确刺眼，美丽的刺眼。小飞没有外出吧？”军人留心到商家的动静，知道商小飞一下午都在家里陪着母亲的，甚至连商无痕夫妻俩都没有外出，也就是商先生和商二少爷父子俩没在家里。当邻居就有这个好处，能摸清楚对方家里的人在不在家里。现在这个点，军五少就来访，又想蹭饭吃啊。军人笑道：“小飞热情挽留，我也不好拒绝他。”商无痕在心里暗骂一句：“不要脸，明明就是他赖着不走，等着吃饭。妹妹不过是出于礼貌和客气，才邀请他一起用餐的。”军人：“那我们谈谈。”商无痕说道。军人含笑点头：“随时都可以。去你家里。”军人想了想，答应了。两个人回到了军人的别墅里。军人请商无痕在一处凉亭下坐下，歉意的道：“屋里装修乱七八糟的，不适合待客，只好委屈一下大哥在这里坐坐了。五少叫我商总或者商大少爷吧，别叫我大哥，我还不是你大哥呢。等你成功娶到我妹妹，成了我妹夫，再叫我大哥也不迟。或许叫我大哥的人会是其他人。”军人默了默后，问着商无痕：“是阿姨的意思还是商总的意思？”“是我一家人的意思。”军然，我们都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我们家小飞，说实话，我是很欣赏你的，包括我妈也欣赏你，但我们不会同意你和小飞在一起的。军人问他：“因为我是 A 市人吗？”看来吴少心知肚明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属于女强人，她是很强势的，最疼爱的就是小飞，她不愿意小飞远嫁，你很难改变我妈的决定。军然，你利剑断情丝吧，不要再出现在小飞面前，你们很难有结果的。那商无痕劝说着军然放弃。军然环视着自家别墅，问着商无痕：“商总觉得我这栋房子怎么样？”“挺好的，离你们家远不？”商无痕默了默后答道：“不远，但……”“商总。”军然严肃认真的道：“我喜欢小飞，是以结婚为目的在追求她，我不会放弃她的。我也知道你们家担心什么，所以我买下了这栋别墅啊。在风尘集团，我主要负责在管城的生意，长期驻扎在管城，鲜少回到 A 市去。就算小飞以后嫁了我们也是住在管城，住在这栋别墅里的。她自认做得够多的了，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楚？谁敢保证不会发生呀？除非你给我们家当上门女婿，我妈才会考虑接受你吧。只要阿姨提出让我当上门女婿，我是可以当上门女婿的。我爸妈有我大哥在身边尽孝就行啊。”他母亲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母亲呢就是一口咬定不同意。不许小飞远嫁。商总，我很理解你们的担忧，那我说什么？保证什么，在你们听来都是不实际的。总会担心我会变，但是路遥知马力，
日久见人心，你们给我机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我说到做到，行吗？商无痕不说话啊。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那沉默良久后，商无痕说道：我找你谈过，也能向我妈交差了，我先回去。君然起身相送，一直送到屋门口。看着商无痕进去，他随即就按响了门铃。很快有佣人出来：君武少啊，刚刚我们大少爷进去了，你没看到我们大少爷？佣人不解地问道。而且别墅大门并没有关上。君然温和地笑着：商总快我几步。我没有追上，只好重新按门铃。兰姨，我想见你们家小姐。兰姨看看她抱着的花束，明白过来，她就说道：武少稍等，我进去跟我们小姐说一声，麻烦兰姨了。数分钟后，商小飞挽着包出来，然后走向露天停车场，上了他的车，把车开到别墅门口。他停了车，按下车窗，对君然说道：君然，上车，我请你吃饭。君然见他似乎生气的样子，没有多问，先上了他的车再说。等君然上车后，商小飞重新把车子开动了。小飞，他大嫂蓝晶从屋里出来，叫了他一声。那商小飞没有回应大嫂，更没有停车，很快就开车远去。君然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抱着的那束花都不知道要不要送出去。哎，小飞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跟我妈辩了几句。我妈生气，我也生气，不想在家里吃饭，去外面吃。那你想去哪家酒店吃？我随便，只要和你一起，路边摊我都能接受。商小飞看他一眼，说道：我倒是没有吃过路边的大排档啊，我以前吃过，味道其实挺好的，就是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会觉得吃大排档降低了身份，也会嫌不卫生。小飞，阿姨其实都是为了你好。君然能猜到母女俩因为什么事变了起来。我知道我妈是很疼爱我，说是为我好，也要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是否需要她那样做。很多家长总喜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做一些让自己儿女难以接受的事情，但是儿女真需要他们那样做吗？他们那样，那儿女们就真的好了吗？居然沉默了一下后，说道：父母是为我们好，只是他们的做法未必能得到我们的认可，就容易让我们觉得他们是在为难我们。就是你爸妈会不会那样做？就商小飞问了句：我成年后，那我爸妈都不管我的事了？不，他们一直都不怎么管，是我大哥管我。我们家长辈也不插手小辈的事，除非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未婚，长辈们才会催婚。商小飞笑：是了，听说你们君家的长辈是很开明的，和战家一样的家风，怪不得你们两家都能成为首富。家风一样，家和万事兴。小飞，阿姨是不是让你不要跟我来往啊？商小飞也老实地答道：是的，我妈嫌你太远，不让我远嫁，很强势很坚决地让我远离你，还说我们管城那么多的青年才俊，哪怕我嫁一个普通的男人都好过远嫁他乡。他和君然都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母亲就这么着急阻拦了。君然又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除了嫌我远，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吧？没有了，就是嫌你远。仅是这个问题都难解决，你还想有其他问题啊？君然笑了笑，说道：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的，给阿姨一点时间，她会慢慢的接纳我的。他看着商小飞：我现在着急的是你什么时候接受我？我呀。商小飞心情愉悦了一点，他边开着车边说道：我还没有被人追求过，想尝尝被人追求，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滋味。居然听在耳里，记在心头，就他想要的，他一定会满足他。让他欢喜，让他接受他的感情。那居然也知道商小飞对他并非无意的，用商小飞的话说，他就是想尝尝被人追求，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滋味。毕竟过去都是他追着战印跑的。就商小飞带着君然去了管城大酒店，停好车后，他看着君然：这束花是打算送给我的吗？
君然马上把花束递向他，黑眸灼灼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是要送给你的，你大哥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按了门铃，之后你出来了。你要开车，我就先帮你抱着花束。”商小飞就大方地接过了花束。我家里人就除了我爸不阻拦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不赞成我和你在一起。我妈尤其强势，知道我妈以前是帮着我爸打理公司的，一向以女强人自称，性格是很强势。但我妈对我一向都是很温柔、很包容的。小时候，我2个哥哥犯了错，担心被我妈责骂，都是求我帮他们俩说情，不管我妈有多生气，我替我哥哥们求情，我妈总会听我的。商小飞叹口气，以前我喜欢战印的时候，一家人也都不支持我。我现在不喜欢战印了，在考虑你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支持我，怪不得我都20好几了，连场恋爱都没有谈过，家里人插手管得太多呀。那君然还想说什么，商小飞已经抱着花束下车了。走吧，咱们去吃饭吧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。好，吃完饭后我请你去看电影。商小飞想说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，他都很少看电影的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别人恋爱的时候是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的，就不是电影有多好看，图的是恋爱时的那种甜蜜。黑夜来临，悠悠山庄所有路灯都亮了起来。站在最高处俯瞰整个山庄，别有一番美景。晚饭后，海童早早就回房洗了个澡，然后去了姐姐的客房。海林刚抱着儿子从浴室里出来，洋洋洗完澡了，白天玩疯了，犯困，我就赶紧帮他洗澡，还没洗完呢，都钓鱼了。海玲呢，把儿子放躺在床上，小家伙已经睡着。海童笑着轻捏一下洋洋的小脸，洋洋睡得像小猪，被小姨捏了小脸，也没有醒来。今天他是玩疯了，小九也玩疯了。不过也好，他学习压力很大，哪怕才高1，他上面几个哥哥读书都很厉害，他要是不努力，就拖后腿了，几个哥哥能放过他？他玩疯了，能把压力发泄出来。海童对于最小的小叔子是挺疼爱的，那孩子嘴也甜啊，每次看到他都甜甜的叫着他大嫂。怎么了？海玲以为妹妹有事。没怎么呀，我就是来看看洋洋的。他睡了，那我去书房。姐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海玲笑道。这才几点呀？我哪睡得着，怎么着也要10点才能睡，不过是晚上7点多。你去忙吧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你也不比你婆婆他们差的，他们熟悉了，有经验了，你刚开始比不了，经验都是从零到有了，加油。海童说道。刚开始我是压力大，我婆婆说给我几年时间上手，我就觉得好多了。姐，我会努力的，要是连个当家太太都当不好，我都看不起自己，太没用。海玲抱儿子睡好，盖上了薄被。慢慢来，你去忙吧。海童凑过去亲了亲外甥的小脸，才离开姐姐的房间，去了小书房，看着满书房的账册。海童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看哪本账册，他走马观花似的把几个大书架上的账册都扫了一遍后，才静下心来，先把悠悠山庄的情况摸清楚，再去外面生意的账册吧。海童在小书房里看账册，站印在楼下陪着奶奶说话。陆东明还没有离开呢，他今天赖在站家一整天了。站奶奶，陆东明轻声问着，有帮我说好话吗？就他知道老太太和海玲聊过，老太太逆着他说道，我自己的孙子才一个结婚的，其他的都还需要我操心，我哪有时间操心你啊？不等陆东明说话，他老人家又说道，海玲受过情伤，被伤得很重，让他对婚姻有抵触，没那么容易放下心结重新开始，你慢慢来吧。陆东明叹口气，虽然他是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等海玲几年，等到他功成名就，与他并肩了，他或许就会接受他。其实他就很着急的，恨不得自己表白后，
马上就能抱得美人归。战奶奶，我知道了。陆东明很是失落，也就失落了2分钟，很快又恢复了斗志。他都还没有开始呢，就失去斗志的话，趁早死了那条心。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老太太下逐客令了。陆东明笑道：战奶奶这是赶我走了，我还想和战印喝2杯呢。我今晚不喝酒啊。战印直接就拒了。陆东明嘿嘿的笑，我听说战总现在这应酬都不怎么喝酒了，说是太太不喜欢你喝酒。你就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嫖不赌，咱们的战大少爷已经成了标准的模范丈夫。婆孙俩异口同声说着他，你学着点。陆东明还是离开了悠悠山庄。他走后，战印又陪着奶奶聊天，婆孙俩感情好，聊的话题也多，直聊到老太太频频打呵欠。战印才说道：奶奶累了，回房休息吧。老太太又打着呵欠，想不服老都不行呀。那时间一到，眼皮直打架，睡的话天没亮就醒了。他起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战印等奶奶回房休息，他才上楼，满以为老婆在床上等着他。结果他推开房门，发现房内一片黑。他开着灯，视线扫了一遍房间，没有找到那道亮丽的身影，以为海童在大姨姐的房间。战印不着急去找妻子。他洗了澡啊，在床上坐着翻看了一本杂志。已经是深夜11点了，他的枕边人还没有回房。不习惯也不喜欢守空房的某少，不得已出去找老婆了，以为海童在大姨姐的房间，来到大姨姐住的客房门口。战印静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，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啊。不过呢，他还是敲了敲门。海玲都睡着了，迷迷糊糊中听到敲门声，他坐起来问着：谁呀？姐，是我，战印。彤彤还在你房里吗？彤彤在书房吧。战印哦了一声，姐，打扰你了。他怎么没想到海童会去小书房看账册啊？很快战印来到了小书房，他抬手敲门，彤彤。海童听到他的叫喊声，才惊觉已经深夜了。他合上了手上的那本未看完的账册，放回了原处后，起身绕出书桌，走过去开门。都几点了，也不回房，让你老公我守空房。战印抱怨着娇妻。海童笑道：我没留意时间，总觉得没多长时间。他把书房的灯关了，关上门，锁上。然后亲热地挽着战印的手臂，老公别生气啊。战印故意哼着，想我不生气，就看你怎么表现了。海童嘻嘻地笑。就回到房里呢，他就把他推压在门身上，笑眯眯地撩他，我表现得很好的呀。说着，他佝偻住他的脖子，他顺势低下了头，让他能轻轻松松地亲上他的薄唇。那某少呢是不满意亲吻的，每2分钟就化被动为主动，就把他的老婆大人抱回床上，索要更多。一夜再无话。那隔天是沈小军3朝回门的日子。海童姐妹俩都去沈家吃饭，那战印自然是陪着老婆一起的呀。就沈小军回门后，隔天就和苏南出门度蜜月去了。短暂的5一假期呢，也随之结束。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开店的开店，日子回归正常啦。海童每天除了看店，还要抽时间和商小飞一起回老家看看菜场的进展。菜场已经按照他的计划种上了时令蔬菜，看着绿油油的一片。商小飞对海童说道：管理说再过1周，这些菜就可以出货了。海童眺望着菜场，说道：咱们谈妥的那几家酒店以及学校的饭堂，能收下这一批菜吗？当然不能，咱们的菜场那么大，种了那么多的菜，就谈妥的几家酒店和学校的饭堂，还吃不下咱们的第1批菜。回去后呢，我再去跑，多谈几家大酒店，大饭堂，还有菜市场的一些顾家菜贩也可以合作的。
海童说道：“我们刚开始，只要有人肯要我们的菜，都可以合作，不拘大小老板，尽量靠着他们的本事把这些菜销出去，不需要各自背后的靠山帮忙。”海童想到自己以后是战家的当家太太，要打理的产业很多，他不能只看看账册，纸上谈兵啊，应该对各行各业都了解一下。那为了积累经验呢，他就从自己跑订单开始吧。商小飞认同海童的建议，两个人是查完他们的大菜场后，在镇上的一家饭店用过了午餐，才回市区。现在菜场种了菜，只需要1周就可以供应上市。商小飞和海童回市区后，就马不停蹄地找更多的合作商。海童跑市场路线，商小飞是大小姐出身，她跑菜市场路线不太适合。海童现在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但她的成长环境让她接触的都是普通人，她比商小飞更清楚市场菜价。姐妹俩呢，每天都忙忙碌碌的。海童有时候晚上还要陪战印应酬，或者参加各种宴会。以往战大少爷是不喜欢参加宴会的，除非是孔家那样的人家办宴会，他大少爷才会赏脸。现在嘛，只要有人送来邀请函，战印都会出席，目的是能带着他的老婆大人露面，既是带着妻子认识更多的老总们，为妻子积累人脉，也是为了秀恩爱。管城商界现在还有谁不知道战总宠妻无度？那饶是这样啊，战印还是觉得海童忽略了他。这天晚上，战印回到家时，发现海童的车子不在车库里，知道他还没有回来，而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。战印下车时脸色就不太好看了。明叔看着自家大少爷那张绷着的脸，小心地问着：“大少爷心情不好，你们大少奶奶还没有回来？”“还没有。”战印一开口，明叔就明白大少爷脸色不好看的原因了。大少奶奶最近回来的都比大少爷晚，大少爷觉得大少奶奶忙于生意，忽略了他吧。这都几点了，还没有回来呀？战印嘀咕，边进屋边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想你了。战印是不满老婆忽略了他。海童一说话，他就换了态度。明叔在心里偷笑，大少爷现在完完全全就是个妻奴。海童在电话里笑着，我很快就能回家了，你回家了？我刚到家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吧。不用了，你都到了家，不用再来接我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你要是还没到家，顺路来接我又不一样。老公，你在家里等我，我10几分钟后就能到家的。好，那你开车小心点，不要把车子当成飞机来开。海童笑道，我不会开飞机啊。他偶尔在深夜回家时，路上车辆少才会飙一下车，很快就会被跟着保护他的2名保镖劝阻的。不过被战印知道后，他还是说了他一顿，然后去找他姐告状，让他被姐姐训一顿。海童发觉战印很喜欢找姐姐告状，只要他说他不放在心上，他就去找姐姐告状。现在他做任何事呢，都要考虑一下战印的心情，就免得他天天回他娘家告状吧。就没见过那么喜欢告状的男人。他向姐姐抱怨，姐姐还说说战印那是在乎他，又舍不得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他闹矛盾，才让姐姐提醒他一下的。那是关心，不是告状啊。海童还能说什么？在姐姐那里呢，战印这个妹夫的地位就已经超越了他的了。要吃宵夜吗？我亲自下厨给你准备。海童说道。你又不陪我吃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吃，不香。我也不吃宵夜的，怕胖。战印的身材保持得很好。他是不吃宵夜的。那晚上如有应酬，他也不怎么吃东西。酒嘛，偶尔会喝上2口，很多时候他是滴酒不沾。现在管城商界的人都知道，与战总谈生意，别劝他喝酒，
战大少奶奶不喜欢战总喝酒呢？说伤身伤胃，因为战总曾经得过胃炎。你一点都不胖，每次抱着你都觉得轻飘飘的。你要多吃点，长胖一点。把我的心房卡住了，就只能住在我的心里。海童笑道：咱俩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老是怕我跑了。我跑哪里去？天涯海角都会被你抓回来，那是白跑，我何必浪费时间？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做生意赚钱才是正道呀。你现在已经钻进了钱堆里，天天都是想着谈生意赚钱，连老公也不记得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家陪老公，别一副怨妇的样子，是你生生把我变成怨妇的。没办法，谁叫当你老婆压力那么大，担子那么重。战印就不敢说话了。他是很想让海童一直过着开书店的轻松日子，但海童是他的妻子，是以后的当家太太，的确要挑起当家太太的担子，希望能早点有个孩子，把孩子培养成才了，就能像他爸那样早早退休，陪着他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那结束了通话后呢，战印的心情好了很多。他进屋后也不上楼，就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开了电视，让屋里有点声音。那海童说10几分钟后就到家，其实花了20分钟。他在外面打包了一些小吃食回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忙着做生意，忙着陪老公应酬，吃的都是山珍海味，格外的想念管城小吃市的味道。就归家时呢，路过夜市就打包回家里吃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海童拿着小吃食边进屋边叫喊着。战印起身迎向他，看到他拎着一个袋子，袋子里面装着几个一次性饭盒，又说不吃宵夜，还打包回来。你这是嫌弃你老公的厨艺不好，不想吃我做的宵夜啊？怨妇心里不平衡，一点小事情他都能无限放大，上升到海童嫌弃他的地步。哪有，我老公的厨艺已经超越我的了。我就是路过夜市的时候，想起以前常吃的几种小吃食，忍不住就停车打包了一份带回来吃。战印不会做那些小吃食，他能吃到普通人常吃的早餐时，还是因为他装穷，海童不知道，就老是打包早餐回来吃，他不想穿帮才会吃的。还记得海童包的猪杂粥，他就是只吃粥不吃猪杂的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海童走到沙发前坐下，把几个一次性饭盒拿出来摆放在茶几上。战印看他打开了饭盒后，里面装的有辣鸡爪、炒田螺，还有2只烤鸡翅。战印转身去拿来了一次性的手套给他。你想吃，跟明叔说一声，家里厨师做的比外面的好吃，偶尔还是想吃外面的。明天我想吃云吞了，去我姐的店里吃，还有蒸饺，就她喜欢的是那种平常的生活气息。战印知道他的意思，不说话了，沉默地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的。他大少爷是不喜欢吃这些的，量不多，海童一个人就解决了。就吃完后呢，他还有点意犹未尽的。要不是明天还要忙，我都想喝2杯酒啊。战印脸有点阴，说他忙，你天天都忙，你还记得你老公姓什么吗？你多久没有对我说过你爱我的话了？多久没有送过花给我，没给我买过新衣服了？我上了一天的班，累得要死，但是回家能看到你这张笑脸，听着你的温声细语，我就觉得再累也是值得的。可是我回到家里，连你的影子都看不到。海童女士，你已经严重的忽略了你丈夫。战印提出了严肃的抗议。他看着他，战印赌气似的别开了脸，不看他。老公，海童连忙开始哄夫。这个男人一向霸道，又习惯了被别人捧着，也就是在他这里栽了跟头。看似改了，其实一点都没有改。想想最近因为太忙，那他是有点的忽略了他，好几次回来都比他还要晚，习惯了被别人捧着。
以他为中心的某少就生气了，爆发了，抗议了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我老公姓什么吗？海童蹭过去，搂上了战印的一边手臂，软声说道：“我老公姓战，名印。战印这名字真不错，我的余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的，除非年纪大了，得了老年痴呆症，那就有可能会忘记。”战印扭回脸，瞪着他。海童连忙改口：“就算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忘记谁都不会忘记你的。老公，我爱你。”海童又说着战印最喜欢听的情话：“以后啊，我天天给你送花好不好呀？”送花倒是容易，他跟云初说一声，让云初天天给他准备好一束花，他送给战印。我办公室里只有一只花瓶，隔天送一次也是可以的。战某人总算和缓了脸色。海童说道：“要不我往你办公室里塞几个花瓶？我不想让人把我看成花瓶。”海童笑道：“你是男人，谁会把你看成花瓶？那不送花瓶了，就隔天送你一束花。明天周五了，周六休息，我们去逛街好不好？给你买新衣服呀。”他的衣柜里多的是新衣服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服装设计师都会为他量身定做新衣服的。不过呢，战某人还是喜欢收到老婆送他的衣服。现在海童的钱包渐渐鼓起来，在知道战印的真实身份后，再给战印买衣服，买的也是名牌，并不会辱没战大少爷的身份，故而战印每天一身的行头都是海童送的。战印又眼神幽怨地看着他，他是抱怨，但他真正想要的呢，并不是身外物。老公，你也知道我投资的菜场现在大量出货了，需要更多的合作商。我和小飞也是为了谈生意，再加上你们战家那么多的小生意是要交给我们女人打理的。我也得去看看，学习学习，这不就忙了点儿，但我时刻都把你放在心上的。除了我姐，你是排在第2位，超越了洋洋。她也就忙了10天而已，她就忍受不了。想当初刚领证时，她天天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，她都没有滋过声呢。战印，你也说是刚领证那会，没有感情，谁管谁？你可以忙你的生意，但你不能比我晚归。以后每天晚上9点回来，总要分几个小时给我吧。我都成了个怨妇，有老婆也不关心我了。他比他更忙，但他每天还是尽量早回家，目的就是为了陪他。好，我以后晚上9点就回家陪你。为了哄好这个男人，海童是他说什么，他就承诺什么了。谁叫他摊上个霸道的男人呢？虽说海童承诺了这些，但当晚还是被他家男人狠狠地折腾了2回。隔天清晨，他出现在姐姐的早餐店的时候，还在频频打呵欠。那他困的时候，他说让他睡，不影响他加班。看来这结了婚的夫妻，那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不能忽略对方。海玲的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在妹妹的一再要求下，她也不敢那么劳累，很多时候都是让2名工人给客人们准备早餐，她就做些轻松的活儿。在她住院的那段时间，2名工人也尽职尽责，虽说生意无法和平时那样火爆，倒也留住了熟客。那海玲重新回到任你时候，就给2名工人加了工资。她给妹妹端来了一碗云吞，又去端来一笼蒸饺，问妹妹要花生酱还是其他酱呀？花生酱吧。海童说着又打了个呵欠。昨晚没睡好啊？你进来后，我都看到你打了好几次呵欠。海玲倒来了花生酱给妹妹，便在妹妹的身边坐下，关心地问着：“最近很忙吧？”因为菜场已经能正常出产，菜也是分批的，一批菜销完了，第2批菜又恰好可以上市，是挺忙的。单是菜场和书店的生意不忙，好歹有商小飞分担。主要是她还得学着上手婆家的产业。虽说婆婆和战印都说不用着急，海童也不敢放松，要注意休息啊，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
海玲心疼地说着妹妹，姐，我没事，她昨晚睡得不够，是怨夫导致的。夫妻闺房之事，海童不好和姐姐说。姐，叶佳妮是不是出来了？海童忽然问道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她怀孕了。她被抓时刚怀上，进去后她心情不好，也没有发现，现在已经3个月。周红林呢，帮她办了监外执行手续。不过叶佳妮在生完孩子后，那该受到的惩罚还是要惩罚的。海童说道，他那个孩子倒是来得及时。那周红林对叶佳妮也还有感情。被父母姐姐施压，逼着他和叶佳妮离婚，他都没有答应。那还想让海玲出具谅解书，以帮助叶佳妮争取到轻判呢。主要是周红林知道，他就算和叶佳妮离了婚，海玲都不会回到他的身边。是他的父母姐姐想得太天真了，总以为他们有个儿子夹在中间。海玲为了儿子什么事儿都肯干，只要他提出复婚，海玲就会答应。周红林觉得父母太天真。别说陆东明现在光明正大的追求着海玲，就算没有追求者，海玲也不会回头的。他明着说过他不吃回头草的。周红林是后悔也想回头，没机会而已。他压根儿不是陆东明的对手。陆东明还把洋洋的心都揽过去了。洋洋现在和陆东明相处得很好，挽不回海玲，叶佳妮又是因为他的原因，才会被逼迫着做出伤害洋洋的事。是他对不起叶佳妮。知道叶佳妮怀孕了，周红林赶紧帮他申请办理了监外执行，把叶佳妮接回了家。那他和海玲曾经的家也重新装修好了。叶佳妮被接出来后，夫妻俩退掉了租房，搬进了他们的婚房。不过周母不肯回老家，非要跟着儿子住，他不回家，周父只得也留下。就算叶佳妮出来养胎，他的日子依旧是鸡飞狗跳的，他的日子依旧不好过。海玲淡淡地道，那是他的报应，他活该。海童一点都不同情叶佳妮。就是周红林一家人搬进了翻修后的婚房住，那海老头夫妻俩就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不过周家现在天天鸡飞狗跳，周红林已经很久没有来看过洋洋了，更没时间没心情来纠缠海玲。那海童呢，便让海之亲带着2位老人家回老家去，当然也给了3个人一点甜头。不管怎么说呢，3人呢也让海玲过了一段清静的日子。陆东明在这个时候进来，姐，这陆总啊，还是天天来这里吃早餐啊？海童朝姐姐挤眉弄眼的。海玲轻捏一下他的手臂，少给我挤眉弄眼的。你现在是占大少奶奶，要端庄。海童嘀嘀咕咕着什么，海玲听不清楚。